好看吗？娘子看上的不是荣花，是做荣花的人吧？女子今生本就不易，我是女子，所以乐得帮助女子。如果她识相的话，花荣在做些什么？逼着季家接了好些朱颜驼的订单，又派人去盯着登记造册的警官府。你觉得他如何？聪明，狠辣，但都还不够。若是登记造册在1州城内出了岔子，总归是近在咫尺。那季娘子如此聪慧，应有应对之策。娘子放心，此事我已经安排了后手，要不要动，全看娘子抉择。要看他怎么抉择。蜀地芳菲，众家共享。今日芳菲宴，共贺魁首，百业同欢。开始。文君酒，8文钱1坛，15文钱2坛。大声点儿！今天你若能帮我卖10坛酒，那日你在我酒馆砸的那些，我便不计较了。那日实在是有辱斯文，还请女掌柜不要再提了。那有什么的？兄长替妹妹出头，不是我羡慕不来的。当真？当真。这比只卖4的时候热闹多了。哼，这回没人敢拦着爷卖东西了吧？你要卖什么？卖弄姿色。好，没。怎么不见赵二郎去呢？他今日不来吗？他需要抓紧之紧，他晚点来。现在赵老太爷也不约束你和他见面，是不是坏事情了？如今他展露才华，老太爷怕又觉得奇才可居了。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啊？你觉得我配不上他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与你玩笑呢。只要我们两心相印，山海无阻。哎，这位娘子，你的帕子。多谢季娘子。怎么是这煞星？你认识他？牛五娘子，牛副都督最小的女儿，命中带煞，连克死了2任丈夫。整天不是戴个面纱就是戴个面具，人还特别傲。比你还傲？上次爷跟他说话都不搭理。他连你都看不起，那我们这些小民小户在他眼里岂不是跟微尘一样？哎，他刚刚叫我季娘子，他认识我。非他认识可不是什么好事啊！文君酒，8文钱1坛，15文钱2坛。文君酒，我阿兄什么时候改行卖酒？15文钱2坛。我要10坛酒，送人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这么做是想补偿我，还是想让你自己的心里好受点？是我打扰了，告辞。这钱，有钱自然要走。那这荷包是？这是我以前买来送给你。这不要了。不要了。以前的人也好，物也罢，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？文君酒，8文钱1坛，15文钱2坛。哎
哎，你们说我阿兄和杨大郎比怎么样？比什么？比身高吗？那杨敬山赢了。比才华。杨敬山可是一州景王。那比人品和风度，阿兄总赢了吧？比人品，你阿兄赢了。杨警官，请坐。哼，你来干什么？上次的事也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昨日闲来无聊，在山中抓了这个，本想送给我的好兄弟们，但是吧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你真好。哎，这是你们今日要卖的。杨警官想知道？说说吧，我要付出什么代价？今日芳菲宴，蜀锦人家共襄盛举，自然少不了这争魁首的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去，这窦芳菲的花魁，选的是正经的有文书入场售卖的染户。那些靠歪门邪道的不管用，没份得，还有脸到这儿来凑热闹？本次窦芳菲盛会第3名，共售卖170贯。王氏染坊王掌柜。王掌柜，你可得好好谢谢孙掌柜，你这彩头是他给添的。多谢杨警官，多谢孙掌柜。窦芳菲盛会第2名190贯，孙氏染坊。这不巧了吗？孙掌柜，你这彩头啊是王掌柜给添的，你若是不喜欢，大可把你那玉麒麟给换回来。喜欢，喜欢。谢谢杨警官。谢谢王掌柜。诸位，本次窦芳菲盛会的魁首共售卖230贯。花氏染坊。黄掌柜，这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谢谢杨警官。这牡丹太小，再说了，本官也不喜花草，花掌柜下次送礼可要多花些心思了。还有啊，其他的掌柜们也请放心，你们所添的彩头稍后会逐一还给各位。哦，对了，顺便说一句啊，飞花会的季娘子，他们没有入场文书，不能算作在内。不过，他们的朱颜驼总共售卖了多少来着250贯！250贯！这250贯，这比魁首娘子我知道。这飞花会是什么呀？哎，诸位，来呀！我们飞花会是由幻花染坊、落霞染坊、映溪染坊、流月染坊等联合成立的新行会。虽成立不久，但亦有壮志。我们立志做这益州城最好的染户，还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。绒花，这是我们飞花会用各家特色丝线染制而成，寓意荣华富贵、平安顺遂。今日送与诸位，以表我们飞花会一点小小的诚意，祝我们益州丝业百花齐放，各尽芳菲。这是我家年叶子做的，愿大家万事顺遂。这是我家的红蜘蛛，愿您平安如意。这是我家的剑士兰，祝大家福寿康年。我家的松花与沧浪，穿上端庄典雅，不显胖。我家虽然没有花，但也是飞花会的名誉会长，
多多支持，以后都是朋友。若是大家喜欢，欢迎来飞花会。飞花会，来，多谢杨警官锦上添花。来，祝大家富贵荣华，平安顺遂。你们分一下。来，记住啊，我们是飞花会，需要订丝就找我们飞花会。你怎么了？来，平安顺遂，富贵荣华。哎，你们还要吗？是主人来看咱们的吗？蠢货！主人不是来看咱们的，他是来看金英英的。季英留着就是个祸害。莹莹，对不起啊，我来迟了。分明是我来迟了。是我来迟了，都没能赶上看你采花。那既然迟了，可愿受罚？愿。抬我。以此为契，那日后的几十年，你就慢慢赔给我呗。赔。原来你看中的是景王啊！因为祖父答应我，说若我能取得这次的锦王，就允我向这家提亲。怎么还没有放飞就灵验了呢？莹莹，能放起来？啊，放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小伤而已。擦伤而已，骨折没好。多谢杨警官出手相助。多谢杨警官。不必客气，我这么做呢，是为了日后有个私恶现案的，找人帮我看一看，便好意思开口了。杨警官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你觉得谁会害你啊？花掌柜，今日在芳菲宴上，我狠狠地削了他面子，除了他，我想不到别人。明明是我在问你，怎么变成你问我了？你怎么知道他要害我？我在那会场上看他神色不对，也留了心。此地偏僻，找到这里颇费我一番功夫。早闻赵二郎君以季娘子情投意合，青梅竹马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啊！杨警官，好眼光啊！待我跟英英成亲之时，你我兄弟二人定要多喝几杯。好。今日我飞来横祸，可全靠了杨警官在芳菲宴上的顺嘴一提。杨警官不会不管了吧？季娘子此言差矣啊！别忘了是谁让我锦上添花的。可是那花掌柜都要杀人了，这明明就是对您不服啊，对您威严的挑衅。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归县令我。杨警官若是不想插手，又何必出手相救？你笃定了我会帮你？请您为民做主啊，杨警官。若是你能帮助民女，那民女日后定为您效犬马之劳。只怕这日后啊，季娘子又有许多的推诿之词啊。天色已晚，赵二郎君，不如带着季娘子早点回去吧。
啊，季娘子是不想让赵二郎君送，让本官亲自送你也可以。不必，我们走。英英，你与这杨警官很熟悉吗？我与他相熟是因为有事相求，我与你相熟是因为我想与你相熟。杨警官，杨警官，跟上那刺客了吗？咱们的人暗中盯着。你看这支箭，这是军中之箭。华家背后之人来头这么大吗？华家是个突破口，一定要往下查。本事没长，胆子却越来越大了。娘子息怒，我只是想替娘子收拾季英英那个祸害。贿赂我的人，做我不知道的事，你是为谁？用得着我说吗？娘子，可有留下什么把柄？娘子请放心，事前都与他们说好了，无论刺杀成败，都让他们躲到别院去，今日莫再露面了。哼，一个根本分不清谁才是他真正主人的人，我留之何用啊？娘子慈悲，留了他个全尸。我愿为娘子做牛做马，绝无二心，还请娘子明察。咱们的人来报，那刺客死了，是突然飞来的一支暗箭所杀。死哪儿了？在华家的一座别院。夫人，夫人，你回来了，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主人说什么了吗？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夫人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说句话，要不然我害怕。是不是主人要责罚我们呀？他让我上缴所有的私账，命令我以后再也别插手季英英和山上的事。那你就说这些事都是我干的，一定要罚我。霍相荣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不要我们了。我知道的那么多秘密，他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那么现在就走，马上就逃。逃不掉的，他是会杀人的。哪个不要命的敢砸我窗户？哎呦！你大半夜闯我家院子干嘛？我试探试探你啊！刚遇到刺客就这么不小心，我要是坏人，早把你掳走了。你砸我窗户，看着与坏人无差。杨警官这样着实无礼了。我查出来了，想刺杀你的人是华掌柜。我知道啊，玉皇寺也是他家的。是杨警官的事，有劳杨警官了。不送。哎，华家的政策，我和诸葛已经看了许久，仍旧没看出端倪。我知道季娘子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我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现在？对。赤子生变，
刺杀你的刺客已经死了。看来是有点晚了。操，差他个底儿朝天！哎，王有夏。哎。 走。杨金兰，我打死你！行了，够亮了，当心点。 别把账册给烧着了。看不懂呢，可以安静地坐在一边，这不乱伸手啊，也是一种帮忙。说的好像你能看得懂一样。当然了，你想啊，他若真做了坏事，定然有一本私账，怎么会在公账上记录？你知道什么是假账吗？虚虚实实，不会全真，但也不能全假。即便他手里有一本私账，他的公账上也不可能半点痕迹都没有，不然。 这账抹不平。听起来季娘子很会做假账。哎呀，警官府怎么有些许闷热呀？诸葛，打岔。杨警官，我觉得有些事情呢，还是亲力亲为的好啊。哎呦，闷死了！ 明白了。怎么没有风啊？这回可以了吧？杨警官。头凉了，改缴。 账有问题，发现什么了？你看，这个账看似没有问题，但是没有问题，它就是问题。第一，正常人家的账册难免忙中出错，少不了纠正、修改的痕迹，但是这上面却异常整洁。第二。 染丝生意难做，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在账上动一些脑筋。像花掌柜这种平日里都是雁过拔毛的人物，这账上压根儿就看不出一点偷鸡耍滑的心思，整个账像提前编好的一样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倒还有几分道理。看这里啊，买了大批生丝，雇沈家缫丝染色，成了废丝，账上亏空。 据我所知，沈家经营多年来，还从未出现过把所有的丝全部染废的纰漏。而且以我对花掌柜的了解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他就算不去索赔，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废丝都卖掉。你们看看这后面的内容。这账上后面的内容，既无索赔，又无折价售卖。 那这批丝去哪儿了？难道说沈家根本就没接手过这批丝？
没错。靠走空账这法子，不知道他花家这一年能钻多大的空子来。不只是走空账，要是我们一本一本细细比对，还能发现更多的问题。可以了，有了方向，剩下的就交给他吧。哦，好。他一个人能查得完吗？放心吧，单凭这一条就可以定花家的罪，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。我这么做又不是为了针对花家。我若告诉你我是真心喜欢蜀锦，不希望有人玷污他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。来吧，大可不必，我有地方进去。再说了，你进去要是吵到锅盔，他会咬死你的。杨警官就送到这儿。小娘子家的天天增狗的吗？接应。杨景仁，你可多乖呀，不叫也不咬。锅盔，你怎么给我抓这么乖乖？乖乖乖。果然啊，母犬自有恶人磨呀。在季娘子心中，我就只配恶人这2个字了。若是真的查出账目有问题，你真的会抓花家吗？不抓查他干嘛呢？好了，乖啊。花家的靠山可能在长安，所以呢？你小心些。季娘子，如果我说我是真心想要整得益州锦业，为无辜者沉冤昭雪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，走了。人不是个好人，但似乎是个好官。说的没错。错便是错了，理应道歉。其实杨警官也不必放在心上，我在益州城生活了10几年，早便适应了。若杨警官真觉得心中有愧，以后多给季家一些恩惠便好。我得赶紧回去染丝了。等等，既然是道歉嘛，总要有些诚意才是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都没有啊！来，这是什么啊？你送的？你用的什么染料？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染料？你在我面前炫耀别的，我也不稀罕呀。那你是想要恩惠呢，还是想要这个呀？嗯？你这个人这么不实在，你要道歉你就真心实意的。你在这让人选的。阿姐说的是。
看到你夫人在喊你快点回家吃饭呢。哎呀，你莫催，慢光出细活啊！绯红花饼了。季娘子，我家娘子请您一叙。你家娘子是牛将军之女牛五娘子。我与你家娘子毫无交情，她为何要见我？我家娘子见您在芳菲宴上送的绒花十分喜爱，想要请您按照我家娘子养的真花仿造一批，不知您能不能接？那我得先看看那些花。追！是。怎么回事？按您的吩咐，在山洞附近探查，一连几日皆无动静。近日突然出现一拨人马，将我们围了。娘子，季娘子来了。见过牛五娘子。季娘子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请。其实我很早就想与季娘子一见了。因一见民女，与娘子只有过一面之缘。娘子是如何知道我的？斗芳菲上飞花漫天，朱颜驼一鸣惊人。在这一州城内，谁不知季娘子名声？其实我很羡慕季娘子。羡慕我？牛五娘子身份贵重，我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我想如季娘子这般，以女子之身成就一番事业，向我阿耶证明，女子并不是只有嫁人这一条出路。娘子好志气，娘子定能心想事成。好茶。季娘子，你可愿与我合作，共掌这一州锦业？我知道季娘子与赵二郎君两情相悦，却受赵家阻挠。我可成就你与赵二郎君的一纸婚姻，亦可让季家重回你阿耶在世时的荣耀。牛五娘子手握权势，富贵荣华，
即便是想成就一番事业，又何必自降身价？都说伤者为鉴，英英实在难以相信娘子的一番言辞。季娘子是一个谨慎之人。好，那我便带季娘子去看，我所求为何。这位是我阿娘。我阿娘16岁便嫁入到这里，为我阿爷生了5个孩子。我阿爷一心只想要一个能跟他行军打仗的儿子，可惜接连5胎都是女儿。生我时他身子彻底败了，再也无法生我，也再未踏出过这个院子。将军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夫人她也不认得我。将军，她现在是一个只会等待丈夫回家的女人。我的4个姐姐都被我阿爷嫁给了同一桌里，能帮助她换取权力的人。我也同样嫁过2任丈夫，但我不服。女子不能从官，我便从商。我一定要向我阿爷证明，我绝不会输给他让我嫁的任何一个男子。五娘子有这等志气，英英佩服。飞花会、朱颜驼，都足以证明你的价值。与我联手，我会将你推到更高的位置。这益州城的锦业，会尽数掌握在我们手中。五娘子的价码实在诱人，你的推心置腹也让我感激。只是英英认为，感情的事无法掺杂利益，我和赵二郎的感情不能成为交易的筹码。而且我成立飞花会的初衷，是为如朱小娘一般无权无势的人争出一条路来。若是应了与娘子的合作，那我与那花掌柜又有何区别？所以，恕英英不能答应。所以我说，季娘子还并未明白权势的滋味。权势就是，我不想让你做成的事，你一定做不成。登记造册的文书不是应当送往长安了吗？难怪当日花掌柜无论如何也要让我接下朱颜驼的订单，原来后手在这儿呢。牛五娘子便是花家传说中的靠山吧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季娘子可否回心转意。英英心意已决，谢牛五娘子厚爱。天色不早，告辞。季娘子，请留步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